目前位于马来西亚下霹雳县最大的新村棱甲新村。棱甲区下辖4个华人新村，而这里就是棱甲市中心拉安卡。这里已经从过去的小新村发展成城镇了，医院、警局、学校等基础设施应有尽有，位列霹雳州新村的发展楷模。今天我们也探访了当地唯一中文小学华侨小学。这是新的，但是也移过来31年了。268就是。啊，现在以前最高峰大概是900，有900多一点。哎，你们好，你好。教练，你好。这位是这个学校的教练啊，谢谢。人家日军死了很多人这边了。对不起，是我们来迟了，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那时候紧急状态的时候，他本来是想把我们10万的华人先送回中国。先中国。Dulu Jepun pun mau bunuh dia, tapi dia sudah lari. Dia punya abang semua sudah mati. Oh, dia abang kena bunuh. 他现在真的包出来了。生肉包。是吗？哦。哎，这个你2个颜色这个。2个颜色的猪肉吗？猪肉的。一个有17粒。看我数学。看到路牌了吗？我们目前到了棱甲。这次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棱甲最出名的包店包老来参与我们的拍摄。他的店就在大马路，非常容易找到。你看到路牌里面就是他的店了。这个店创立于1980年，据说是为了传承妈妈的味道而创立的。为了拍摄这一期节目，我们邀请了一些嘉宾，重量级的嘉宾来参与。你们好，这位是连亚猪，连亚猪，是他带我们去参观一下这边的地方。然后这位是包老的老板，我啥时候变包老的老板了？包老的老板，我应该会被包老板投诉了，这次完了。OK 好，这位他现在是现任校长，现任校长。6点多出发，来到这边饭都没有吃，直接开工。可以不要吃饱。在开工之前，先看看包老他们是怎么制造包的。20年，做了20年了。这边做了20年了。呢度要搓幾耐啊？呢個要搓幾耐？要搓多久？我们就这样子拉长，搓一条就可以了吗？搓一条就可以了啦。那这个是什么来着？这是生肉包，上大包跟生肉。就是夹在里面的。对，包在里面。怎么要称呢？这边？就是差不多要一样的重量啊。每个 customer 买的都差不多一样的 size。这个是馒头。对。所以馒头通常里面空的嘛，这个不是空啊，里面东西。这个是空的。空的。我空的没有放东西，那边他们在放东西是蓝卤。那这个他们是有东西的，里面会加一层肉，什么肉来着？这是狼乳肉，里面这个，然后他们这个弄好了就放进去蒸是吗？一天大概要做多少粒包啊？这边17粒，11笼计算。1笼17，看我数学，1笼17，1笼17啊，17然后10笼，170个。11笼。我的数学有点不好。类似这样，100多了。100多粒了大概，所以每次都卖完了，卖不够了去了啦，差不多。他现在真的包出来了。这里面是肉包吗？这个里面是肉。是大包。大包啊，里面是肉来的。是肉的，有鸡肉有。我上面一个青色的。这个是菜包。什么包？叉烧包。然后这个红色是什么包？叉烧包啊，叫什么包咯？你不放颜色啊，你这包全不一样的。这间包老时常上报纸的，至今已经有40年历史了。他们坚持手工制作，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当天制作当天卖，没有隔夜的，因为他们的包都不够卖的。营业时间是每逢星期1至星期6，星期日休息。来人家必吃的哟。好，吃饱了，现在是时候开工了。现在马前副总团长黄忠全带我们去旧的学校。再去旧的学校。旧的话，人家嘉华小学的大门，以前是在这边的，只是我是移过来一点点了，但是这个是原装的原貌的，没有改过的。这就是我们的嘉华小学的。之前在这边建啊，然后以前在这边的这里面都是旧小学。旧小学。这里面都是旧小学，现在我们做出来，现在是租给人家了，做了，找一点钱的。所以钱还是给回那个学校，都是不啦？是跟同步的还是。
我们做了那个美食街了，做了一排店做美食的。其实我都是想问你，为什么这边都是叫华侨？你们有华侨学校，然后华侨，这为什么要叫？本来是这个是本来华侨的地方啊。哦，就知道为什么取名华侨吗？这个地方？就以前学校的名字啊，我们人叫华侨，哦，是我们学校的名字。哦，学校的名字叫华侨哦，然后这边原本的地，然后也叫做全部用这个名字来取了。啊，对对。哦，那么全部一切费用都是归回华侨董事部。哦，就是你们通过这个地来养这个学校啦。对对对。以前叫做什么以地养校啊？啊，以地养校，什么这个政策？那个是我做。哦，你做了。哦，你的政策来了。哦，当初是你提出的。哦 OK。好，我们再去看一下。看那一间呢，就是我们剩下的唯一一间学校没有拆的。啊，这个以前是校舍来的。啊，教室来的，教室来的。哦，没有讲那边不够人，然后放一点人来这边上课。啊，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前我们的学校有大概最高到900人，900人，现在已经剩下200多个了。这是我们剩下唯一的华侨的旧校舍。旧校舍。但是拆掉那些呢更加旧了，以前是木板的。哦，这边啊，就是这边是算是比较新的了。哦，这边是比较新，算是比较新。哦，他说你以前也是在这边读书的，对不对？以前有哦，这很久了，大概是多少年建立的这边？70多。校长，我们这边大概是几年了啊？他这边哦，这位是校长，这边校长。他是大概是1932年的时候，在发展的时候就已经那个了。哦，看到历史是这样子啦。所以当初你们是因为这边地不够，然后想去更大的地方，所以就学生多了啊，多了，这不够了。确实这个应该可以放100多200人吧了，应该是。没有这边还有这边哦，这边还有一排，这边还有一排都是旧校舍来的，但是现在已经拆掉了，我们来做美式哦。啊，做美式。人家啊，就这整条街都是你们的吗？啊，都是我们的。哦，也是我们。赚的那些租金全部归入董事会那种资助学校啊。对。哦，这个叫做以地养校，是这位大都提出的。一般上早上呢就比较多东西吃了。这边哦，早上都是开面试啊什么之类啊，下午有些人做巴布德啊什么东西。这边他们是华人多啊，这里是华人店啊，全部都是以华人为主。哦，这个是我们的阿亮。啊，阿亮他卖碗汤面，然后有烧肉啦、烧鸡啦、叉烧啦，都是不错的，一流的。冷家新村建立于1956年，位于马来西亚的下霹雳县，原面积为0.0961平方公里，是4个下霹雳县最小的一个新村。但过后发展为城镇，面积如今达到113平方公里，原人口为930人，但目前已经发展到接近2万人了。所以现在已经不能叫它是新村了，它已经是个市镇了。虽然说是市镇，但有超过90% 的年轻人外流到各大城市继续求学或工作，只有少部分选择继承家业或者选择留守，而这也反映在当地华小学生人数上。现在我们就来探访当地唯一一所中文小学。93年我们从旧学校移来这边，哦，这边是新学校，新学校了啊。哦，所以刚刚那边是旧的，这边是新的。这是新的。哦，但是也移过来31年了。这你们是自己筹钱建的，还是政府拨款？筹钱建。那时候的林良市有来开幕了。这边。林良市。哦，马华以前的董会长啊，马华总会长来这边开幕之前。是。啊，这边当时候开幕的时候，马华总会长1994年10月23日啊，林良实医生就是他是唯一一个封跟马哈蒂同级的敦的，对，前总会长，他也来这边开幕。这边，像我们这个学校呢，现在学校只拥有260多，268个啊，现在以前最高峰大概是900多，有900多一点。最高峰现在现在怎么了？现在因为这边人口这边少了是吧？对，不是人口，是年轻人不生，最主要是那个生源这些问题了，而不是说设备问题了。我们一直有我们设备也是很好，学校。这边有会多马来人，就马来人大概印度人，民族都有。他们是大概占多少%？大概会多吗？1组是大概占25%。25%，所以每10个人里面有7.5个是华人，2.5个是印度人或马来人在这边。所以马来西亚的华小不是只有华人在读啊？是。而且我们这边的艺术生都很接触的不错的，不错，他们也是会讲华语的，会讲华语。这是我们历任的董事长。这边是你们的礼堂啊，哦，就平常你们周会就在这里，都在里面，在礼堂里面。你们没有那个台上？有。哦，关起来了，别紧，没事。所以他们这个是有台阶的，就是他可能锁起来。这边锁吧。有的锁。是吧？这里有。OK 吗？
就是我们的食堂。这边你们食堂。去年政府拨款修好了是吧？这个刚刚修。之前是没有盖的啦。之前没有盖。没有盖。就去年刚刚建盖的。这个大概耗了多少钱了？这个180多。188千多，86千了。这个是他们去年180千政府拨款建的。小朋友好，有没有跟大家打招呼？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在这边做梦啊？现在？我们在打拳。打拳。打到10点。你们打到10点？你们这个是跆拳道还是什么的？这位是教练啊，教练。教练，你好。这位是这个学校的教练啊，他在教他这些学生啊，就是糖手道啊，还有重点，你看这边不是华人吗？你看有一个有族在这边啊，有个有族在这边读啊，他们也是。他会讲华语吗？会。你会讲华语啊？会。哦，你会说华语的？哦，你学几年了？这位是马来。这个是谁啊？你知道吗？没？看这样问。Sorry。我叫努拉多哦，你几年级啊？现在2年级。你2年级。你嘛，怎么你会来读华小的？你父母送你来的？父母送你来华小的？你觉得读华小 OK 吗 ？OK 啊，不错。你学华语是刚刚学还是学很久了？学很久了，我们要进华小，一般在他们在那个学前教育班的时候，是他们就已经开始在学习。哦，不是进了华小才读了，没有，他们都有。他们自己有准备了，准备这样子。哦，就他们其他非华裔的，他们进学校之前，很多都有去那种幼稚园啊，先读华文啊，这是我们的礼堂。啊，这边是你们的礼堂啊，算是礼堂。有时候我们有出租给人家做宴会啊，平时给学生打羽球啊，也有出租给人家去打羽球。哦，所以华小是通过很多方法来筹那个钱，来筹人家宴会啊、摆酒席啊，像我们租咯，当然不是很多钱，但是积少成多嘛，就拿一点从里面抽一点费用这样子。就是让学校了，补助学校这样子。像平时我们在羽球场呢有出租给人家了，要打羽毛球了。但是都不过1个小时是20元了。20元，对。1个小时20元。星期一到星期六。星期一到星期六20元。这样就租借的了，他们1个月的。哦，这样如果是那种宴会的话，你们大概是说？宴会的话我们就1600，1000多了，大概是1000多了。很经济的了，很经济的。就是他们，如果你们要租的话，可以找他们，因为他们是用这个钱来资助他们的学校的这边啊，所以华小是比较少钱啊。政府如果看到的话，自己懂啊，大概一点。哦，这边晚上每天下午都会有人来打羽球这样子。哦，这边很大嘞。这你们这个是礼堂，这样的外面那个盖是什么？我们学校就是你们这个这个就是开掉啊，这开掉。这边如果不够的话，这个门开掉了，这个门开掉。当礼堂有用的时候，我们就开掉门堂了。哦，开掉门就更大了。外面的就是课室了，全部都是课室。哦，这样感觉这个也可以容纳大概1000、2000人不是问题。1000人。对，有白纸新化，1000人了。哦，这边1000到1200这样子。所以现在是200多个，所以是算是够用了，很多出来很多。太多了。哦。好像星期一开周会上是在这里了。开周会在这边。哦，其实好像你看这些富丽堂皇的礼堂啊、冷气啊，这些都是后期董事部他们公众那边筹款筹回来的。那就很辛苦啊，我们去卖彩票什么东西。哦，卖彩票。卖彩票去筹回来的。用了好几年才。在体系里面呢，政府好像这种半径配华小啊，就是师资啊，学校水电师资都是他们。师资就是政府的咯。如果你讲你要一些额外的硬体设施，好像这种礼堂啊，你就是要自己去处理。所以是政府其实是包那个教师的工正常运作。给你run 罢了啦。你们要买电脑那些学生电脑就自己来了。我们也是想说，现在都。教学多元化了嘛，在它先进了之后，我们下一步的计划说，我们的有些学校呢，我要装上那个电视Smart TV 有了，我这种中学已经装了，但是小学我不知道了。你们到现在还没有那个电视啊？是吧？有，但是不够，我也没看，还是在找钱再买就 Smart TV。就是想买。所以它有一个分别在哪里？国小跟华小的一个分别就是国小它没有董事部的，它只有家协。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讲，华小看起来比较富丽堂皇？因为华小有董事部，有大豆，有他们。人甲新村得名于其马来文明朗嘎，而朗嘎其实是源自一种树名叫做 Pokok Langkap。这里以前都遍布这种树木，但目前已经销声匿迹了。
但这个名字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个真的名字。在日据时期，人甲成为了避难所，也是抗日活跃地区，因此也成为日军重点扫荡的区域。尤其是以1942年4月4日的4四长火最为轰动。一名华裔全民被日军带走时，在路上不小心把这个日军给打死了，引起日军的报复。日军将人甲的成年男女叫到咖啡店，并朝向咖啡店进行扫射，造成数十名华裔伤亡，并放火烧毁了数间人甲商店，引爆了当地的抗日情绪。二战后，全民们为了铭记这段历史，他们在人甲的大坝公亭建立了抗日同志殉难烈士纪念碑。今天我带你走入这段历史，看看这纪念碑。在这边前面。人家日军死了很多人这边啊。在这个哦。在那个波浪平原了。平了啦。哦。对不起，是我们来迟了。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啊 ，Hello， 你好。啊，这边你是？我是署理，这里的署理。啊，这里是署理。大坝公的署理。哦，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边什么事情吗？我哋以前我不會講華語啦。哦，我哋以前呢個抗日軍呢就呢個。哦，這個是抗日軍。嗯，喺嗰邊嘅。這邊這個是以前的照片，這個是什麼來的？碑啊。哦，這個碑。跟那邊的。哦，在那邊的。哦，這個是原本的，這個原本是碑的。樹那邊的。原本的在路旁罷了。哦，在路旁變成是這樣的，然後現在遷來在這邊。就是我搬來這裡。哦，這邊是搬過來，現在搬過來這邊了。哦，這個碑是做什麼事情啊？這個碑？這個碑係抗日軍嘅碑哦。抗日軍啊。做新嘅咯。哦，這是日本軍帳裡面還是華人還是華人帳裡面？華人的。好的，哦，就他們抗日然後犧牲，然後在這邊哦。就我哋個舊碑就安喺入邊。哦，葬咗幾多人啊？呢度？哦，我哋唔知喎，唔知啊。我手好似正話攞嚟，我都唔知。哦。咁我哋有挖啦，有挖到嗰啲骸骨啊，咁我就梳晒撞晒呢度嚟。哦。呢度咧唔係後面嗰啲啊？唔係呢個碑，呢個碑呢個碑哦，藏喺後面。哦，這個就是當年他們抗日，華人抗日，他們犧牲呢，全部葬在這邊，這邊是人甲新村的，是嗎？啊。嗯。他們就是裡面有多少人，他們也數不清了。現在很多人就葬在這邊，這個公墓這邊。葬那邊的，我把它搬過來。搬過來了啊，就是取過來這裡。後面這邊啊。啊，這裡了我們一直挖還有啦，但是一直挖到路了，就挖不到了，挖到一堆了，一堆就我們就裝。他們全部是屍首好好的，還是散落的？就是沒有了，很少不了，小顆不了。小顆哦，就是他們就藏埋在這裡。這裡。哦，所以這裡是每年都會有人來祭拜嗎？有。大概是初一十五對不對啊？清明啊。清明時候都會有人。我哋拜呢個祖墳啊。就擺起來擺啊！這麼你這個後面是什麼？跟這邊是差別是？這個是人家的啦。是我哋南甲村民嘅。哦，全民的哦，他們來拜了這些，順便拜了這些啊。哦，就會一起拜。我哋7月14咪有嚟拜咯。哦，咁呢個廟係？呢個係大伯公。大伯公喺佢嘅隔離。嗯，大伯係管移山噶嘛，儀統噶嘛。你管我哋拜祭我哋嘅先人就要拜祭儀統先，要拜呢度。你拜呢個大伯公先至拜呢度。哦，先拜這個，再拜這個。每一個山墳都係有個大伯公。哦，係啊，哦，每個山墳都有一個大伯公啊。有的，一定有的。哦，每一個山墳都有的。哦，所以馬來西亞每一個山墳，就是華人的山莊裡面都會有一個大伯公。我還不知道他講的是吧？哦，所以平常是沒什麼人，只是那種大日子的時候才會有人來拜。啊，對。哦，這邊好像葬的比較少是嗎？他們比較少。以前沒有葬這裡的，以前在這裡。俾嗰啲窮人翁啊！哦，這邊是比較窮的人裝喺這邊。所以而家我哋執靚佢啊！而家你開始翁啦，新嘅都喺嗰度咯，新嘅山墳先喺度。哦，以前好少嘅，以前很少啦。哦，所以呢度好，冷急呢度係好多墳，唔止一個。一個啫。一個啫。多數人唔係裝呢度。多數人有佢揀咯，佢哋揀咯。哦，揀咯。哦，係是。我哋係俾冷急村民嘅。哦，俾冷急村民呢度。呢度一般如果要下葬係咪會俾錢㗎？係要俾錢嘅。大概幾多錢啊？呢度4000蚊咯，4400塊的一個位置，4800啊，就大概4000多啦，大概4000多啦。就是買一個位置就是風水位，這邊，然後這邊有一個大伯公，然後還有就烈士碑這邊。安哥，你那時候是這個新村人甲新村一成立的時候，你是第一個進來，不是第一個，是第一批。第一批進來了，他第一批進來了，對。
那时候经济状态啊，经济状态的时候有个时期不是说要把50万的华人先送回中国了，先中国，后已经通过这里的华人领袖去争取以后，就不要回去了。建议他过节他不要和那些当时的所谓的抗英军那些有关系啦，就搬来新村咯。其实是华社自己建议讲，我不要回去，但是我跟马共要隔开，我自己建一个新村。我知道这个是英国人的建议还是华人自己提的？华人呢说不要合开一种借口啦，借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要把我们搬回去。如果因为搬回去的时候，对我们这里来讲呢，到现在呢，我们不是28%了，有几%了，40万的华人啊，所以当时他们就建立一个新村。全马啦，建立好像400多还是49。霹雳州是最多100多个。好像做了一个新村以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住。现在相反的啦，我发觉到其实建立新村对我们华人更好处，因为现在你看郊外啦，很多那些我们的母语同胞啦，在外面，因为政府虽然照顾他，也照顾不到这样，因为他拉电啊拉什么。我们新村是地方小，集中我们能够享受到政府那些设备咯，变成很多现在很多新村是吧？全马上很多新村已经变成城市了嘛。是。我说建起来对我们华住呢还是好处。我们华住虽然是好处，但是我们那个地方上的繁荣，我们还是有助大家共同去发展。对，共同去发展。是我们华人一种特性。传马我们去到世界各地啦。要说华人有人住的地方就有华人啦，但是我们华人知道我们骄傲的就是我们从来没有去争霸人家地方，我们是协助那个地方开发。对，我们再来发展，那就变成那个地方成为啊。现在马来西亚华人跟中国那边是还有联系什么样的？有一些有亲人在那边就有联系啦。现在那些联系是我们家庭式的啦，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中国如果他开发的很好啦，这样对我们外国的联系在商业上啊有个交往哦，有一个交往，这样对我们这本身住的国家也有好处。对于中国的经济上也好，就大家都有好处。安哥，你现在几岁？我84岁。80岁，你是祖籍哪里啊？番禺县。哪一个省的？广东省。广东省番禺县的哦。现在我是那个南番顺会馆，南番顺是南海、番禺、顺德3个县的会馆，我是那边的会长。哦，你是会长哦。那是。难怪你懂这么多啦，也是会长的，对不对？他们当时有分地给你们，除了给那个地给你们建屋子，他有分，好像分8给几亩这样吗？有吗？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地方没有。安甲是没有分到地的，人家有一部分有分到一些稻田一段是6一件，一个人给6一个。他现在是这样的，那时候现在那边有3000多一亩啦。稻田是当时一个华人领袖啊，去向民政府争取去开发到来的。我们华人没有地方耕种，把空地设计来，水利各方面搞得很好，每一个人就2一亩根本就种杂粮的啦，6一亩种稻咯，所以现在变成现在这里呢，一个稻田相当快有3000一亩的稻田了。3000一亩，我相信1一亩很大了，现在如果传到现在很值钱哦。所以那时候啊，根据我知道的，因为那时候我年轻很小啦，我父母又没有耕种那水，我没有拿到，你没有拿到，我没有拿到。就变成那时候的稻田是比较便宜，现在我相信最少起了100倍，最少1个 million 了咯。现在就还有一个段里面，因为现在稻田很值钱了。所以这个新村多数是种稻田。那时候你刚搬进去新村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等慢慢是做起来，是谁带头做起来的？是马华带头做起来的。现在是成立新村，那时候是马华建议的啦。马华建议成立新村。成立新村以后，他们就慢慢的去争取政府的修路，争取到公共事实了，这样再争取那个地也分到一些人分到有啦。这样有一部分人，因为他不是农业啊，他是说好像我父母是做工的，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没有注意到那个地方以后有值钱了，忽略了，但现在没有人分了。所以后我们找到一些经济上许可的时候，就会自己买一些来了。这样哥，你觉得马华对这个新村建立有什么？有什么？你如何评价马华他对这个新村的贡献？建立新村，第一，他成立了这个新村，能够使到我们华人集中在一个市区，我们商业啊各方面的发展很方便，而最主要的就是政府的对我们人民的设施享受到，加上我们也能够还有分到一些地方，还要我们能够用到来发展咯。
在新村，根据我得到的一种资料啦，其实新村就是当时马华建议的。马华建议成立新村，就说不要死到50万华人嘛。那时候是50万华人吗？50万华人要把他，英政府要把他。为了避免当时的50万华人被遣返回中国，因此新村就此成立。可见当时的情况有多么的危急啊！而当时的新村就像是个集中营，并没有出入自由了。而同一件事情不能只单单从华人的角度来看待，因为这样有可能造成主观意见。所以现在我们也去访问当地的印度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现在11点多，我现在来到大乐巴宫这边，要访问一个印度人。这边的印度人呢，是现在少有了，还有很少人知道当年日军的历史了。他现在还有在世，我现在去访问一下他。我现在但是他是一个印度人，不过过后我们制作团队会给一个华文翻译给你们。我们现在这个是他住的地方。搞错了，再来。哦，不是他住的地方，是你住。OK。OK。讲华语吗？人家听不懂。他讲福州话的啊。现在我们去访问一个印度人家，这个是印度人家。这个前面刚刚这间是他的家，所以不是他的印度人家，我讲错了。这个是他的邻居啊，他一个印度人。访问当年的历史，他带我们去。今天我们就是来参访他家，他介绍他们当初他奶奶应该在里面比较不方便，等下你们视频里面会看到他奶奶当初他哥哥被日军杀死的故事啊，这个是他的家。有条小狗在这边，我们拍一下小狗在那。嗨，我们现在进去了，做一下事。sorry， 进去。Oh, ya kan. Tahu mam semua tahu kan. Lai. Boleh ambil ni mic dulu tak? Lu cakap lah, lu tahu apa palang lu boleh cakap. Mana siapa tahu? Siapa? Mak, dapat. Ya, pakai sini saja. Okey. Nenek, adik, nah. Mak, datang jam. Dia jaga tu potong getah dulu, Jepun punya jam, komunis jam. Belakang dia orang pedes luar pakai, topi semua pakai. Dia orang mari pun pistol angkat, satu air punya itu tong satu angkat. Dia orang dulu dia pusing-pusing dia rumah jualan. Mak sekarang umur berapa? 90. 90. Oh, 90 岁了。90. Sekarang dia umur. Dulu Jepun pun mau bunuh dia, tapi dia sudah lari. Dia bunuh, dia punya abang semua sudah mati. Oh, dia abang kena bunuh. Bukan. Dia orang itu api kereta punya jalan dia orang bikin jam Dia punya abang dia orang bikin sana bikin jam dia orang angkat bikin. Dia abang baru berapa umur 17 umur juga. Dia orang dua orang bikin abang sana dia orang bikin tu jalan itu api kereta punya orang api kereta punya sampai Thailand itu semua sampai dia orang bikin jam dia orang sana bikin makan tak kasih. Pukul dia orang makan terkasih. Dia punya abang dua pun sudah mati sana. Sudah mati 17dia orang。抓去那个，因为日军要修一个南亚铁路还是什么铁路的，还抓他哥哥去。Dia stay sana kerja. Dia punya budak-budak punya 17 kah 16 kah. Dia orang tarik sekolah. Semua panggil pergi Jepun sana. Dia orang itu api kereta punya jalan bikin. Satu keluarga hanya tinggal dia saja. Dia orang satu keluarga dia orang tinggal 5 perempuan, 2 jantan. 2 jantan. Itu 2 jantan tak tangkap atau tidak tangkap? Itu 2 jantan lah dia punya abang. Sudah tangkap. Sudah tangkap. Sudah mati dia orang. Bila dia pergi tak balik lagi ah? Tak balik. Dia orang tak boleh balik. Dan macam mana you tahu dia sudah mati lah? Dia orang kasih dia orang mati. Dia orang cakap lu punya abang semua sudah mati. Dia orang angkat balik rumah. Itu mayat atau ambil balik ah? Dia mayat angkat balik. Dia orang ini state punya sana itu mati punya kubun kasih tanam lah. Dia potong getah pun dia orang jalan-jalan pun dia potong getah pun dia orang banyak kacau. Kadang-kadang ada kacau dia orang. Lagi lama-lama dia orang putih punya Maria, dia orang tarani macam. So you cakap orang putih lebih baik lebih baik. Orang putih sudah masuk dia orang tarani. Itu zaman itu Japan, ada panggil perempuan kena tangkap ah. Mereka tangkap itu apa? Perempuan tangkap korang ada. Dia orang tangkap jantan orang juga banyak orang tangkap. Ulu rumah siapa-siapa dia cakap dia orang cakap lu rumah ada 17, 15, 16, 19 tangkap bikin. Semua itu api kereta punya jalan mau bikin. Dia Jepun punya jalan banyak susah dia orang. Kadang-kadang kain pun tak ada kain pakai pun susah beli apa pun tak boleh susah beli dia orang cakap ni macam。人甲新村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欢迎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那小铃铛，我会每一周更新。
关于马来西亚霹雳州人甲区的新村视频，我们一共推出了3集，2集是关于水甲新村，1集是关于人甲新村。如果你还没看的话，等下可以来频道找。下一集我们将拉队到霹雳州的瓜拉古楼进行开箱，这里靠近槟城，是很多城市人想呼吸新鲜空气就会来的地方。它过去是一个小渔村，但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旅游小镇了。这是要帮助的，要帮这边的。这里傍晚时分还能出海带你看日落。好大的太阳，看到不？现在时间大概7点，你看日落出来了，在这边，底下呢？这里就是它入夜前的夜色，你看美得像幅画一样。想继续探索这个渔村的话，记得要关注我哦。好，我是尼克斯，我们下期见，记得关注或订阅哦。